欢迎大家来到9500潮流穿搭竞技真人秀，这就是潮流。我是潮流代言人官 Justin 黄明昊，火老师。今天呢，我也是特地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火老师。对 ，Hello， 大家好。你们说的都不算，我就是潮流。因为潮流永远不会停，但你自己只有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设计师，他是将很多的街头的青年文化跟高级时装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很欣赏他。听说火哥昨天就是比我早一天就来到了，有没有发生什么精彩的事情吗？我特意早来了一天，是为了跟我们的选手熟悉一下。对。那昨天他们其实不仅把自己搭进去了，还把所有的朋友搭进去，甚至朋友。你说我们气象选手有人朋友？有一个啊，我居然不知道，我还一直在给他们拉 CP。你们两个人缘分啊，这就是缘分，缘分一道桥。加油！你又在组 CP 了。我帮你们俩想好了，你们俩以后叫一帘幽梦，赫连嘛，一帘幽梦。他们俩不天哪，完了！救命！他们俩的 CP 名我已经帮他们取好了。什么名？他们叫氨基酸。他们叫氨基酸。听说呢，这一期的主题是我们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是一个关于友情的主题。既然聊到友情，我现在就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了，就是小贾，你最好的朋友是谁？我最好的朋友不就是你吗？不就是你吗？是吗？所以我今天不就把你请过来了吗？火哥，那你最好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呢？他是长得像周雨彤一样的。我最好的朋友不就是你吗？他是长得像周雨彤一样的。不好意思，我没说你。错付了。其实我们这个 Z 世代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代，非常的坚持自我。因为有很多心事，其实可能不太会开口跟父母说，但是会开口对朋友说，然后有朋友的支持，有朋友的陪伴，都会非常的开心。今天呢，舞台其实非常的特殊，它不仅仅呢只是一场比赛这么的简单，而是一场和好友的潮流夜生活大秀。那我该怎么理解夜生活呢？要说到夜生活的起源啊，我觉得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突突老师，因为突突老师对这个历史比较有研究。我觉得古人的夜生活的快乐，现代人想象不到。古代有那个曲水流觞，就是一个小杯子，一个小瓶子，然后流到谁那谁就喝酒啊，然后就对诗啊，饮酒，就是又雅致，然后又嗨又尽兴。我觉得古人那个就跟现在感觉没有什么区别，其实跟我们骨子里做的事儿是一样的，也是晚上就是对酒当歌聊天。对。小贾，你的夜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的夜生活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对男生来说很有趣，开黑，和 homie 开黑，就是游戏，对不对？对，打游戏，没错。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夜生活，其实跟你差不多，我们也玩游戏。接下来隆重有请我们的选手登场。别忘了，我们还有神秘嘉宾哦。因为当时节目组找我的时候就说这期咱们主题是友情嘛，我跟哲子我们两个网友好多年了，对，好久了，对，在微博互关的关系，但一直都没见过实物，没见过。然后小贾我们也是之前一起录过节目，也是好朋友。大家都知道你跟很多时尚圈还有演艺圈的艺人什么都是朋友嘛。有没有听说过一些八卦？就像我跟尚哥这种的，就算塑料友情。像我跟周雨彤这种，就真的是表面看起来很塑料，就是每天都要互怼。我交朋友是这样，就是损友比较多，但不代表我们是塑料的，这其实是真的好才会损。对。像身边也有很多性格不一样的，像刘诗诗这种，她就比较温婉。对，那她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姐妹啊。像那个于莎莎、叶青，就他们是一个后宫团，
然后我现在也打入了他们的后宫团，打入他们内部。对。但最重要的是，今天有一组神秘嘉宾。神秘嘉宾。他们今年是他们出道20周年了，已经。哇。那我跟这组神秘嘉宾其实是好多年的朋友了，非常能诠释友情这个主题。你们能猜到是谁吗？那就有请他吧。有请。阿娇好漂亮。Hello，潮不潮流是主要看你的个性可以呈现给大家看到，最主要是人穿衣服，不是衣服穿人嘛。Hello，嗨。Hello。怎么突然害羞了呢？这也太漂亮了吧。我在说你。害羞。我觉得阿萨真的都没变，感觉都没变，我感觉。就觉得00后的一些选手可能真的对 Twins 可能不是那么的有情感，但是对于我们90后、95后吧，我觉得 Twins 还真的在我们青春当中是挺重要的。他们一出场我就好惊，就是阿娇和阿萨这样子，就是小时候在电视机的人竟然会出现在我眼前。哎，那你们都会唱 Twins 的歌吗？会一点点。应该不是一个年代吧？不，粤语我不会，但是莫斯科没有眼泪我是很爱的。莫斯科没有眼泪，大雪纷飞，你走得好。哎，我不想唱了，有点尴尬。哦，我唱反而是觉得综艺效果，我本人觉得唱的蛮不错的。莫斯科没有眼泪，大雪纷飞，是我记不住词啊，就是。我们的歌是一个回忆，就是一起成长的一个回忆。然后今天其实除了我们的7强选手啊，还有神秘的来宾。哇哦，Hello，嗨。本期主题：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将有2轮的挑战。第一轮，他们将根据抽到的潮流夜生活的场景，为自己和好友一起设计一套潮流夜生活的好友穿搭，并利用它特殊的夜光的材料，使这组穿搭有昼夜的2种状态。荧光色现在已经是潮流风格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比如我手中这一瓶雪花马尔斯绿280毫升小瓶装，就是可以在昼夜2种光线中呈现荧光形态，在夜晚可以展现它的潮流的变化。同时，雪花马尔斯绿还为我们准备了马尔斯绿荧光实验室，为大家展示不同荧光材料的特点和使用方式。相信你们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潮流灵感。那现在就让我们移步马尔斯绿荧光实验室吧。这就是马尔斯绿荧光实验室。哇！你真亮！哇，老师你好亮！OK， 言归正传，首先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几种会发光的材料吧。第一种就是添加了荧光剂的颜色，就是在日常中我们看到它会比较鲜艳，但比较鲜艳的原因是因为日光中它其实也是有紫外线，所以它会有一些自发光的效果。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反光的材料，那这种很多在市政啊，包括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然后第三种可能是比较罕见的是蓄光的材料，最常见就是那种手表指针上面夜光手表，夜光手表，有一些其实在服装上也经常可以看到。那正如大家看到的，荧光元素可以让潮流产品的设计更加出彩。那我们接下来就使用马尔斯绿的绿作为 demo 来展现我们的荧光的材料的使用吧。这个是让我觉得一个特别难的，而且如果要呈现昼夜很大差距的形态呈现，我觉得真的还是挺难的。比较暖一点的色调就是在荧光下会比较亮，但是我们的色调都是那种比较冷的，所以就担心容易效果比较暗淡。现在看一看试验的效果怎么样吧。全黑。就亮度要照着才够。对，有这个灯罩，对，就变好看了。哎，你看还是不一样。哦，它是吸光的这个，对，你看你拿掉以后，它会还在发亮。长知识了，我不知道透明的东西它也是可以反绿色、红色的，那个真的长知识了。那我可能可以很大胆的去用荧光色。
大家加油，祝大家明天取得好的成绩。加油！其实这2个任务都非常的不简单，所以要问一下助推官们，今天会从哪些维度来评论选手呢？就是要看2个朋友之间有没有好的关联，在2种场景下的呈现有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功能性、实用性，包括就是它荧光元素的使用是不是那么的，就是惊艳那个转变。我今天看他们有没有他们自己的 style 突破出来，有更加的把我们以前看到的东西把它做得更好。好，现在 PK 正式开始。第一次见到他，他是我公司里面认识的第1个人。我们那时候真的每天都黏在一起。我们没吵过架。有些事情发生了之后，你以为全世界都要放弃你的时候，他还在你旁边，我觉得是最感动的。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会陪着你，不会离开你的一个人。就是很安心的一个人，很有安全感。这是我的好朋友钟佩妍。那你们认识多久了？1、2年。1、2年，快2年。我们就成长经历其实非常非常的相似，我们2个就是很能理解对方的有一些想法。很多点莫名其妙就在打配合，就并没有说要打配合，但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奇妙的。大家好。我是姜快怡的男朋友周威。我第一次见他就觉得他长得挺帅的，对，熟了以后就会经常一起去书店看书呀，会聊一些七七八八的奇奇怪怪的东西。我觉得他是能懂我的点的那种人。我刷到他的作品，被他吸引了，就是他的那种说话，还有他的一些想法，我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在外人面前，可能我比较爽朗，他就是比较内敛的。因为我觉得朋友他们大部分都是求同存异，我们有相同的地方可以一起探讨，但我们却有不同的地方，可以让你不断的在对方身上找到闪光的地方，会向对方学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开演唱会啊？哇，那个太难忘了，要背40多首歌词，还有那么多舞蹈动作，还有走位要记。那是上台前我们彼此加油的手势，也变成了我们之后每一次互相加油打气的动作了。手。不过上台后啊，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观众一起用小灯打出一片红色的灯海，我一下子就哭了。是了，感谢身边一直有你陪着我，也感谢有歌迷一直陪着我们。中中这一套 look 的灵感来源是 Prince 的出道演唱会。简单的蛋糕裙，然后上面是一个衬衫。那我觉得我男生配合一下调性，我就穿一个小香风的这种，可能比较秀气一点。因为我们想做的是比较狂热、比较热情的歌迷，所以我用了3个发光的渠道。第一个就是中中的这个裙子里面就是会有自发光这，然后我这个就是多圈的一种发光在裙子里面，最后就是大家看到的荧光的部分。有点可惜，那个双匹的那个裙子其实做得很好，但是没有出效果。你去跳舞吧，我帮你看东西。啊，你今天又不来啦？你知道我的，喜欢坐在这里看大家玩，和大家待在一起就很开心啦。我可以帮你们拍照啊。那好吧，你也要好好放松哦。我很 enjoy 啊。
我们抽到的 TPO 场景是参加百大 DJ 的演出现场。这个兔子的背包呢，就是体现我在我们俩的关系中，我还是比较幼稚天真的，用这种拼布去做一些点缀。这件衣服就是一个捕梦网，是我手边的一个夜光绳，它会吸光。耳机就是有一个简单的呼应。我没看懂，应该是发光的渔网。我还拉手了。他现在不咬手指了，因为我被他打过很多次，他一咬手指我就打他，好凶猛的这个，好大力的这个女人。我觉得我变开朗了，就是以前我是非常没有安全感，非常内向，很少笑，很喜欢黑色的一个人。认识他之后就开始慢慢变了，我是李正红的朋友，我的名字叫 Jerry。我跟他认识应该有4、5年、5、6年吧。我今天这个朋友就是经常在一起接一些 freelance 的活，然后一起做，工作闲暇就会聊一些东西，就发现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还有一些想法方面的东西都很相似，然后就是大家能懂对方在讲什么。对，我们是通过一个朋友认识的，然后就后面就变得更加熟了。对，认识了5、6年，然后我就觉得他是那种挺会打扮的。我觉得我们相似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都很喜欢出去玩，很喜欢拍照打卡，就共同话题很多，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圈子的，然后朋友什么都互相知道。他是陈天腾，6、7年吧，从初中认识。我们初中是一个初中，高中是一个高中，小区是一个小区，爸妈都认识。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单纯，对，单纯的小孩子。主要是去买鞋子，现在。你给我挑一个好一点的，我谢谢你。那不好的，经费有限，你知道吧？这个鞋子的东西，我要找最便宜的鞋子，我要给你看最便宜的鞋子。良心一点吧，不要搞那种。哎，其实荧光绿的鞋子也挺适合你的，我感觉。挺好的呀。这个啥？这个多少钱？最低价，最低价。做节目呢，做节目。对啊，然后说本来要380的，然后再便宜点，我们就这么点经费。老板已经很 nice 了。这样吧，就给你240吧，就200块吧，好。真的不算你钱买，200块了，可以了，是不是？然后下次我再录在你家店不就好了吗？对不对？芝麻，好不好？你让人赚一点钱吧。你让人赚一点钱吧。你是人啊！我在这讨价还价，你在这给我。你出200，我出40，不可以吗？这样吧，有没有同学？我支付给你40，你给他，我们可以。哎呦，不用，人家跟你说。他说他不赚钱啊，不赚钱啊。哦，人家说啥你信啥？真的吗？是我太天真了。你是小孩子吗？比较蠢，就我还了200块钱，他还非硬加40块钱给老板。哎，这是摆吧，我觉得这一下就几百块没了。不要在意，我跟你说，买不了多少的。波波，我觉得无可挑剔，好吧？除了他为我花钱的时候太抠门了，其他都还好。然后300块钱以上把这件买了，你就失去了我这个朋友。那就300块钱买这个，300块，300块。砍价了的话，让2个人都面露难色的，我就不喜欢这种尴尬的事情，就是能省一点是一点。
高的人练体操真的好难哦，但幸好有你在。2个人一起练习好像没有那么痛苦嘛。练完我再帮你按摩，放松一下。这次我们抽到的主题是夜跑，衣服上选择了赛车服，然后把它改成了80年代慢跑造型的廓形。哎，周勇这个是很有可穿性的，这次变化还蛮大的。还带点荧光色，我觉得这套很好看。哦 ，nice。那我选择把夜和跑拆开了。夜的话就代表在黑夜里你要有一些发光的东西，跑的话代表跑步这件事情。从裤子到上身都是用速干的面料，身上还有一些夜跑会常用到的水杯啊、腰包。很好哎。赞。这个挺高级的。很棒哎。很好，太厉害了。哇哦！哦，他们自己打的光。哇，帅！哦，好像闪电哦。跑步代表着速度嘛，所以在通体用荧光物质做了闪电的印花。有被帅到，它好像那个大理石纹，很时髦啊。它不是整个亮，它是有肌理的。对，不错。哇哦！生日快乐，阿萨，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蛋糕。哇，好漂亮，谢谢。快点许个愿。你许了什么愿望啊？我希望以后每一年的生日都有你陪我过。好漂亮啊！我抽到的 TPO 是生日 party， 然后我就想到说生日嘛，我觉得要做全场最亮的那个仔。那还挺酷的。哇，这好看。我选用了比较亮的颜色，就是我用了荧光橙，然后他用的荧光绿。虽然我们两个现在看上去不一样，但是你深度的挖掘之后，发现其实说不定就是另外的一个我自己。我现在喷漆喷的 I decide who am I。它这边是 HB， 然后这里是 D， 就 Happy Birthday 意思。我觉得我喜欢。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我当然记得啊。那天我谁都不认识，你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好亲切哦。之后我们好像就一直在一起，大家见到我总会问，哎，阿娇在哪儿啊？阿娇。对，见到我就会问，喂，阿萨嘞？是啊，他们说我们是 twins。我们这次的 TPO 抽到的是新生派对，这2条 look 呢也有融合一些大家对舞会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元素。我们是设计了一个为爱聚集的拳击手和教练的形象，在新生派对上可能会遇到心动的帅哥，然后呢就是重拳出击的这个形象。哇，
我的这身 look 呢，我是用了一个拳击手的短裤，然后呢自己改造了一下，加了一层亮片。他是教练嘛，穿的运动装一点，加了荧光的效果。上半身呢是一个巨大的爱的一个形状，就是为爱聚集。背后呢是加了这个会荧光的字体。啊，这个还挺酷的，还是有青春感在了。它有一些态度的东西在裤子的背面，单看都是好看的，在一起就是一个 brand。我们两个本来就是不同的人嘛，就大家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啊，习惯也不一样啊。但是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互相迁就对方，不需要很刻意去讨好，也不需要很刻意的去耍什么心机啊，就是很随意的这样大家相处，舒服，对，舒服。大家好，我是蓝一凡，我是吹吹的朋友。我们是在同一所高中认识的，不管是兴趣爱好呀，然后审美呀，就是都跟他特别合。他也很了解我，我也很了解他。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可能我们待在一起都不说话，然后也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个我觉得可以，里边这件可以就直接铺到我刚刚买的那件上面。可以啊，我觉得外套是可以的，而且也不影响我们里面做东西。对的，我觉得吹吹是一个能够很勇敢地表达自我的人。然后他也是一个能够突破框架的人吧。我对吹吹绝对是无条件的相信。这一期跟我搭档的是我马上走到一个10年的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小，吃饭在一起，玩在一起，看电影在一起，很能聊得到一起去，然后就是也很懂彼此。其实我一开始梦想也是当一名演员或者模特。他跟我说，他一直是很想做幕后，所以我觉得我们俩正好就是也活成了对方想活成的样子。其实想到广场舞，我的灵感是非常匮乏的，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做起，你知道吗？这广场舞和花也能联系到一起，高端老太太。高端老太太，你为什么就不能当老头？啊，行，这盆儿也能用上。盆儿？为什么？就是那种，对啊，很傣族的广场舞。他的情绪在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比我稳定的，就是也能让我慢下来，能让我静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吧，因为我这个人不算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只有这边加东西，底下肯定是需要大量色的、大面积的。因为我也很害怕，我这次一点作用没有，因为不是这个专业的，然后我也不太了解。就只能就是有啥想法给他提一提。6月6我又大柳进木头。我受不了了，太苦中作乐了。他的存在会让我很安心。往期我做不出来的东西，我也会很焦虑，我也会很紧张。但是就是有他在我身边，我会没有那么焦虑，没有那么紧张。能不能跟镜头说，你说我可真美啊？我说他可真漂亮啊。可是我会睁不开眼吧？跟不上溜，你说？哎，我张不开嘴儿，我跟不上溜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我觉得这更像是达成了我们2个小时共同的一个梦想，就是一起录这样一个综艺，然后等以后可能10年、20年之后，我们2个还有机会，就是再看一看10年前的自己什么样子。我觉得，超级有压力。我觉得我们会淘汰，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什么都没做出来。我觉得他可能会怕牵连我吧，就是怕来了之后给我带走，所以他可能会紧张一点吧。我真的还好，我就希望他能开开心心的录一期，对，就这样。别这样美了。1年真的过得好快，
新一年我希望疫情快点过去，大家都健健康康的。新一年我希望世界和平，大家平平安安。娇，我希望你新的一年幸福快乐。阿 sa， 我希望你新的一年健康开心。希望下一个20年，下个20年，我们都像现在这样，是一辈子的好朋友。Happy New Year！ 我们抽到的主题是跨年倒数，把自己幻想在一个2999年跨到300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线，比较未来的那种感觉。因为想到新年的话，我就会想到灯笼，所以就用在了身上。它这个是跨年晚会吧？这个有点像《聊斋志异》吧？因为我和他都是比较慢热的人，早上我们是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冷的状态，然后到了夜晚可能才热起来。它里边是不是还有小灯笼？还有小灯笼吗？它前面衣服上挂着的。这么好看哎，好看的。广场舞，广场舞遭殃。东北腔是吗？你有没有想过，再过20年我们会怎么样？一定的还是很美呀，还是会一起玩，一起疯。20年后还疯什么啊？我们可以去跳广场舞啊，这件事我们都没有试过。那20年后下一站广场见。这个是我喜欢的选手，救命！那个穿橙色裤子的。我的想法就是用运动跟休闲西装来混搭整体的 look。好看的。为了凸显我是广场舞当中很牛的领导者，写了一个舞字。为了突出我俩就不一样的风格，做一个就是有点对抗的感觉，所以就选了那个蓝色跟橘色。我觉得可以。舞字还挺酷的，它一个是舞，一个是 dance， 我觉得好看。OK， 现场的朋友们，现在请跟我一起倒数5、4、3、2、1。好棒！姐姐们太辛苦了，换了整整7套衣服，哇塞，好棒，太厉害了！其实今天我们请到 Twins 来现场，是我们主题这个一个天作之合。天作之合，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其实没有比他们2个更合适。真的，今年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年份。今天是我们 Twins 姐姐组合成立的20周年的纪念。对，太好了。来，我们来看看非常有故事的一张照片，有故事，说是对。哇，好多年前了，没有变哎。哇哦！那时候我们去日本学跳舞，都忘记几年，0几年了。我记得那个旅程，我们是花光了我们的钱去买东西，然后我们连去机场的车费都没有。今天我们是那个20周年的纪念日嘛，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舞台上面复刻一下这张照片？好，这样的。好，
简单。下面的难题，我们要听下助推官老师们看完了这7组选手之后的一个想法，他们的点评。快一，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你，但是你除了那个背包我是觉得很可爱想买之外，你把你男朋友变成一个好像被渔网包住的一个什么鱼吗？就是我没有很看懂为什么去音乐节要穿这样。而且你的衣服也是，不管在夜灯下，或者是那个光照，其实除了这2条带子，我没有看出太多的荧光。就我觉得你们今天就是情侣搭档，是真的有惊喜，但是你的衣服反而没有以往那么让我觉得很惊艳了。好，谢谢老师。就觉得有点太多。是什么主题？看不出来。对，会有点跳题。混乱，我就对吹吹的那对比较失望。他选了一个很好的题目，但是他没有很好的利用，并不实穿，不想买，就感觉像没做完的半成品的感觉。其实我还蛮喜欢吹吹的，我觉得吹吹的他们的衣服可能看起来比较复杂一点，可是我觉得灯暗掉的时候，我觉得效果真的不错。我是觉得就是左儿的这套衣服没有变装的时候看起来没有那么荧光，但是变装之后，然后后边的那个字母啊，包括那个爱心都还蛮荧光的，就是差别感表现的最好的。谢谢。Justin，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2个讲话声音一模一样？很像是不是？这简直是一个人。是不是可以画一点是吗？对啊，颜料我们要涂在衣服上呀。因为我觉得你那个颜料它就是会反差比较大，一开始就看不大出来，然后一照就是有东西。可以啊。果然就是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建波到这一集，我觉得越做越好，我很喜欢今天的这一个造型，因为我觉得用废土的风格，而且我很喜欢你们2个人就是在紫光灯下的颜色的互换，我觉得这个很巧妙，然后也很打动我。谢谢老师。棕红的这2个 look， 我觉得是整个所有选手中，跟夜跑的这个 TPO 的主场景是最直接的吧。然后在这种很跑步的状态里边，也融入了很多潮流啊，包括一些时尚的元素，包括这些闪电的细节，我觉得也很打动我。是。李宗宏那组我也挺喜欢的。对，李宗宏就是因为男性嘛，你说你正常你会穿，因为之前我感觉做的东西去弄得太多花里胡哨，很像学生作品。可能这一次想要尝试的去做的稍微像成衣或者完整度高一点的东西。李宗宏因为他是夜跑嘛，所以夜跑其实正常的夜跑我们要把荧光做在后背的，因为防止后面车过来把它撞倒。但是他其实是做在前胸的，虽然做的很好看，但是偏跑题。哎，我现在要问一下你们2个。因为他们的主题是 Twins 演唱会，那如果你们真的在演唱会的时候看到2位歌迷来听你们的演唱会是穿成这样，你们2个会怎么想？会喜欢吗？会很感动啊，我觉得好好哦，那你们的感情。我昨天看到所有的主题之后，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对，这个是最难的，真的难。所以你们2个是对这套认可度很高的，对不对？觉得挺好的，做得不错，对，不错。谢谢。好，我想问那个赵一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衣服你说一下和广场舞之间的联系，因为我没有看到联系在哪里。我朋友这一件就是这个嘛，就这个是最那个的。然后我身上其实是很多配饰是有小音符的，是在夜光下才会发光的。然后还有这个灯，还有我那个就老头乐随音响。我们接下来朝评团要为选手打分，本轮分数最高的选手将率先晋级全国5强。3、2、1，请买它。建波0票哎，吹吹没有票哎。啊，停了！啊！恭喜赵一安晋级。
好突然。我当时其实挺懵的，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真的完全没想到。是真没想到。比赛之前，我觉得我会是倒数第一，我们对，完全反向判断。首先，我觉得这2位在整体的表演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们出来的这个表演，我觉得是最完整，而且是最印象深刻的。然后有很多的小的细节，就是非常抢眼的。还有就是，我觉得右手边他的这套的 look 是我想要买走，而且我觉得我在一些潮流的场景里面，我觉得穿起来是很有范儿的。身为一个投资人，我觉得赵一安他具备一些未来一个 designer 出一个呈现。走上一个国际的一个 runway 的一个条件。我最后把票是投给赵一安的，他整体给人感觉他的不管是从好看的程度来讲，还是从它的功能性来讲，都是非常合格的啊。知道大家很辛苦，为缓解紧张的情绪，我们玩一个互动小游戏。潮人就要快人一步，就像哈佛赤兔0到100公里加速7.7秒。大家需要在7.7秒内完成尽可能多的潮流质感大片拍摄。同时，在室外场地，我们的哈佛赤兔也准备好了，同步在7.7秒内完成一次0、100加速的演示。恭喜周祖儿选手获胜，在短短的7.7秒内完成了8张精彩大片，获得哈佛赤兔潮流加速官的称号。潮流需要加速追赶，希望周祖儿选手未来如哈佛赤兔一样激情追赶，不惧挑战。希望大家后续任务加油！大家好，今天我和上官老师还有火哥带大家一起来到这个潮玩店，然后这里也算是上海最大最全的一家潮玩店。这也太可爱了吧！然后你们身后这个通道全部都是星际熊，大家可以参观看看，然后获取一些灵感。好，来，某个人儿，某个人儿。哦，小熊是给我选的吗？对，哎，我觉得那个熊好看。哪个熊？赵阳要买熊。哎呀，也挺可爱了，我贼喜欢这个。谢谢您。看到长毛的小熊，或者是各种各样就是软的小熊，我就想往家抱。然后森比看到了吧，然后就帮我买，我还挺感动的。对，我看看啊，星际熊，你开一个，我也开一个。我看你是什么？我银河护卫可以啊，还可以。一样的，哎，怎么就一样了呢？一样的，那哎，友情说明默契。好，对。我们的友情是猫，只要它是个猫咪就行了呀。其实如果不用前后亮的话，我们就完全可以把它全部弄成模了，精彩。潮玩是一个载体，它是我们友情的纽带连接。我觉得这个小熊就是送给我们两个，就这将近10年的友谊的一个见证吧，代表着是一个真心能让你又哭过又笑过的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一定是你一生当中真正的朋友。好，马上进入我们的第2轮比拼了，挑战友谊潮玩。为了体现友情主题，选手们与好友运用荧光材料共同设计由节目组提供的潮玩素体，打造昼夜场景变化的潮玩。除了我们易安之外，宗弘的票是最多的。对，所以我们要请宗弘率先的选择自己的对手是谁。不要选我们。我选择。其实晚上没有看到太多玩偶，我只看到了吹吹的，然后我跟吹吹的很像，但是我没有看到过酸皮的。酸皮吧。宗弘从最初分组，其实一直有主动或者被动的遇到过强敌，所以我觉得如果不跟他硬的拼一场的话，我不管我走到哪一步，我觉得我有点胜之不武到最后的结果。请2位脱下潮玩黑袍。啊！
那我们来看看他们荧光的效果。哎，棕红又赢了，棕红的现在跟他的衣服好配哦。是同一种颜料哎。它有啥呢？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首先设计的理念是这一套，这一个小熊它的颜色是跟我们今天的 look 的颜色是一样，就是银灰色系。然后它身上唯一彩色的小配件是绿色，我身上唯一小配件是蓝色，所以用了蓝、绿和银这3个颜色，滴了很多我们身上也用到的隐形 UV 的颜料。我们昨天去采买的时候就因为烟花，然后就淋了很多的雨，所以整个故事就是做我们今天这一刻 look 的故事。想走那种高级感是吧？那个是加了个眼镜儿。这是一个战损的一个钢铁侠的形象。关灯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心形的样子，包括眼睛也会亮。设计的灵感来源于其实就是酸皮，因为昨天呢下雨，然后酸皮是直接把伞给我的，所以他就是昨天整个衣服就淋湿掉。酸皮给我的感觉和钢铁侠很像，就是你外表看着他有的时候可能喜欢怼人，然后业务能力也很强啊什么的，就其实他是有蛮柔软的一面的，就是 he has a warm heart， 就是钢铁侠这个样子的。喂，高级哦，高级，走，我们上车。有点点，我看一下，模式倒不疼。把我的伞吹没了，然后我就淋雨，然后就感冒了，所以现在整个人都慌了。因为台风天嘛，然后本来天气也很恶劣，然后雨下的也很大，然后情绪也没有特别好。我现在这脑袋是绝对做不出来东西的，很难受了。我得睡1个小时，我现在头痛到爆，我现在从这里一直痛到这里，痛到爆。就当时我觉得我身体快倒下了，我心态我觉得一直没问题，但是我是很担心我的身体哪一刻就暂停了。我来了，因为酸皮在睡觉。Come on。我感觉就是他好像是因为睡得比较少，身体就是比较累一点那种，所以就是我们2个会互相配合一下，他休息的时候我做点事情，然后我等他醒过来，我们一起把事情做完了之后，我再去就是说休息，然后他能够做一些剩下来我做不了的事情，就这样分配可能更合理一点，就是这是我一个帮助他的方式吧。我没有想到他就是2、3点，一个穿白衣服的女生就蹲在那里，10个手指脸上全是黑的，然后做到3点钟，然后东西做出来就说衣服他自己不会做，然后就一直在帮我，然后做完了还会去睡觉，而且他平时是个12点就会睡觉的人，然后当时真的就是如果没生病的话，真的就是会哭的那种感觉。就是希望他加油吧，我觉得他还是就是在我心中非常的有才华，我觉得可以走到很后面的人。很难选呢，我比较喜欢棕红，比较突出。我喜欢酸皮的。我比较喜欢棕红的，我觉得就是在日光色下，这个熊做出了这种电镀的效果，我觉得还蛮难的。通过手工的方法，紫光灯下，我觉得跟服装本身的这些细节的呼应，我觉得也很棒，很高级。棕红的，我觉得它这个配色，我觉得这个绿跟这个蓝很配，所以我觉得今天看起来是比较 professional 一点，是棕红的。现在的难题就给我们的潮评团了。3、2、1，买它！我没看到有什么东西，就感觉喷了个颜色而已。它做的那个质感也不是特别明显。我仔细看以为是打的光呢。感觉李宗宏这质感好一些。哦。6位了，第1位。哦，再一点，哇，谁还有谁没投？意料之外。
红。哇，恭喜酸痞成功晋级，棕红待定。天哪，意料之外。除了它本身变成黑色之后的那个颜色会有变化之外，其实其他的我觉得是没有做到有更多的亮点的。好，酸痞刚刚是赢了嘛？那你选择下一位要上场的？我选吹吹吧。吹吹。那吹吹，你要选择你 PK 的对手是哪一位？小公鸡点到谁，我就选谁。快一，快一是吗？你们2个人缘分啊，这就是缘分。所以我们这一轮要请酸痞队先派人。吹吹吧。吹吹，那我们的校服兄弟队讲快一吧。这叫强强相对。2位选手，请展示。杨快一那个看着挺好玩的。我完全看不到快一的熊。那我们来看看他们荧光的效果。哇，这小恶魔好看。哇，他们俩都好强啊！挺帅的。那个黑色我有点喜欢，是不是挺特别？对。但是吹吹这个亮起来很好看。这是一个，有点像在科技废墟捡来的一个小熊，然后就是在夜光状态下，它就是像一个它启动了的状态，就是它的心也会亮。可能我和它性格都是那种不善于跟别人沟通的，但是我跟它就是特别聊得来，就是各方面都特别的合，就是有点像是这个熊，就是那种就是突然被点燃、突然启动那种感觉。因为我们俩喜欢的东西都有点奇怪，所以就是会跟普通同学就玩不太在一起。然后我们俩的性格也都是那种比较孤僻的小孩。我觉得经过这5年的寻找和发现，其实和他能够玩得来的人确实没有很多。然后我能成为他身边朋友其中一位，也是比较难得的。就做那种比较特殊，然后那个熊又看着很，一看就不合群的。对，一看就不合群那种小熊。这是我们的走向。你这个涂一下，我太粗心大意了。什么意思啊？我不小心涂到的那个星星上面。因为我其实画画不是很好，但他画画特别好，所以我觉得他能帮到我挺多的。他也很了解我，我也很了解他。就是有最好的朋友在旁边的话，做东西都会比较安心。我觉得吹吹名次大概在第1吧。我们这个是用黑色的面料，然后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包裹，因为我们2个有捡一只流浪猫，是全黑的。它就是我们一个友情的承载吧。然后在这个心脏的部分，我用了毛线的编织花，然后还有一些钻石。就是我觉得跟流浪的猫猫狗狗来比较的话，人其实很复杂，所以我想去突出，就是我们应该放在心里的是我们对待美好事物的看法，我们喜欢的东西，以及人性中比较纯粹干净的部分，像钻石一样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会把它放在这儿。而且其实跟它的相处过程中，让我也变得很美好，然后让我的内心也更加温暖，所以我想做一个这样子的。他是一个看似沉默寡言，其实想法很多，然后也很特别的人。对，跟我性格上是不太相符。我希望给他穿一个衣服，就把这个地方给他弄个衣服，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全部是这个元素才好看。不能，它这有衣服呀，这个地方咋可能是猫毛呢？你想想，它这个地方是分开，这肯定不能是毛。那为什么一定要按它做呢？它就是个宠物啊。它是个宠物，可是这个地方跟这个本来就是要区分材质的地方呀。但是我们是在做一个猫，你看，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全部都是，你就是在这杠。
我现在画个图，你就是非要浪费时间，明明就可以2句话搞定的事，非要在这杠。那你做这个咯？那我做这个，你能做那个吗？那这个我做就是我做咯。你做就是你做，这是合作项目，你是自己来参加比赛的吗？你做就你做，就知道顶嘴。咋我不能有意见？你可以有意见，有意见就要顶嘴。你放下吧，我来弄。百感交集吧。第一，我不想因为比赛影响我们的感情；第二，我也不想因为感情影响比赛的结果，所以这个心情就是很复杂。就是我的个人观点也是会很强，然后他的也很强，就是我们2个这么一对冲，可能就会要吵架。哎，我给你买甜品吧，好不好？哎，吃一点，你慢慢做，一边做一边吃，好吧？谢谢你，哥哥。我为我的幼稚向你道歉。他比较喜欢吃甜品哦，所以我经常会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哄他。头疼，止疼药，我给你买一个。就是我难受了，他也给我买药，给我打伞，借我肩膀靠。我就是十足好男友。人家有摄影，人家有摄像师，你这个人怎么回事？无论如何，你在我心里都是最棒的，跟你的职业行业、你的年龄压根没有任何关系。即使你从来不懂服装，没有做过衣服，但你也是对这份东西有着喜欢和热爱，我们才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我希望我们2个玩得开心，只要我们尽力，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姐姐，这个是你们的经典款，对吧？哇塞，真不愧是豫园商城，愈来愈潮。不管输还是赢，希望他能做他自己，这样。其实2个都很好看，但我喜欢他的解释。2个都喜欢呢。但硬要选一个呢？如果让你选一个的话，你会选谁？一定要选一个。反正也不是我们投，为什么要为难我？对呀，你给他们选吧。其实呢，这一组呢，我是觉得都很强。在灭灯之后，我是觉得2组看起来都非常的惊艳。但是以我的审美来看的话，我是觉得快一的这个非常戳中我的审美，视觉看上去是好看的。然后我是觉得它的就是在不同的环境里去摆放，我觉得它也能搭很多的环境。你这个东西，就算你不给我讲故事，然后我也会看着你这个东西去引发我对就是生活的一个深思。就是我在我看来，这个外表是感觉蛮冷漠的，然后内心是很多彩的。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 Z 时代的人都是这个样子。非常打动到我的一个作品，就是我是今天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特别喜欢。我觉得我这一次我的票是投给快一，然后我觉得你做全部黑色的这感觉，因为我也是我每次都是穿全部黑色的，所以我这对我自己的 style， 而且我也很喜欢猫，我自己有2只猫猫，而且我觉得你这个看起来一定是你的熊。所以跟别的人的都长得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非常 unique， 所以我一定会选你的这次。快一，我觉得就是你很懂得什么叫 less is more， 你这个就是 less is more， 就是因为一关灯就只看到他的心脏，然后他的心脏就是 very eye catching。其实不管开灯关灯，我最喜欢的还是你这个作品。就吹吹，我一直都是我对于你每次讲的故事，我都会很感动，但是你这一次没有打动我。我觉得太乱了，而且乱的没有一个原因。关灯后好一点点，但是现在看它就感觉全部东西堆在身上的感觉。你的故事没有讲到让我觉得跟你的作品有联系，我没有感觉到。导师他们都没有 get 到我的主题，所以我就很无语。好，那我们把难题还是交给到我们的潮评团手中。4票了，5票。吹吹那个效果，对他那个是那个挺好看的。对。怎么选？好难选。好难选。完了，吹吹危险了。恭喜江快一已经成功晋级我们的全国5强。
印象最深刻的选手是姜快一，他的每一次风格都会给我惊喜，然后我希望他每一次都不一样。天啊，对他要求好高哦，但我就是希望他每次都不一样。灯一亮起来，跟所有人的路子不一样，另辟蹊径，我就只是一颗心在亮，我觉得这个点子很好。我其实对我们的表现还算挺满意的，我能够明白我们的风格绝对不是很吃香的一种风格，就是不要追求完美，而追求最真实的自己，最真实的那一次演出机会。好，那我们接下来2组也就不用我们选了，只剩下我们的波波跟我们的祖儿。挺有自信的，比熊的话我不会输。请展示。哦，他有衣服哎，哇，他有颗球，好帅啊！天哪，好帅啊！哦，我喜欢这个，我喜欢波波这个。我们的潮玩是灵感来自于我们在外面读书的时候，然后互相给彼此的一个陪伴。这是我们之前在外面的时候不是在一个城市，然后呢，有时候学习压力、社交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就会跟他发微信吐槽，然后我好几次崩溃都是跟他打电话，我记得特别清楚。聊天记录是可以，但是它的外观上我们要怎么弄呢？你觉得？或者给他画一个很那种痛苦的表情，那个表情是，是想要挣脱出来的那种感觉。我们把它弄成他的形象是像一个安全出口，但他感觉就是绿色，对。然后他拿着一个手机，里面有我们的聊天记录。哦，那个可以发光呀。嗯。然后画一个那个表情，就是很焦虑的表情。这个钟弄到他耳朵上，然后把那个钟的玻璃弄碎，就感觉像定时炸弹一样。像米奇。我觉得陈培奇他就感觉就惊艳到我了，这次拿个布垫着这样子可以啊。他就是比我想的更会做手工。我觉得就是我们互相陪伴了，经历了很多事情，一起想了很多，最后定了一个很满意的想法。这个手机呢有聊天记录，就写着没事有我在，还有就是跟我说会好很多，就是真的是有释放自己压抑的情绪的一个地方吧。对，我觉得闺蜜很多时候就是女生之间都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因为我跟天恒实际上是初中和高中的，都是同学，然后所以说呢，我就想用校服来表达我和他之间的感情。所以我用校服，我们原先的校服把它剪碎之后，重新拼在了我这个熊上。这中间那个绿色的心呢，其实在它变色之后是红色的心，从青涩到成熟。对。然后后面呢，我们也用了很多我们在衣服上用到的元素，比如说我这些脏辫呢和我的头发是一样的，也是偏嘻哈的那种感觉。我们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可能我们干最多事情就打篮球吧。对。所以说，我想用这种加一个篮球这种方式来回忆我们之间的感情。玩了这么多年，然后感觉就是相同之处挺多的吧，都爱玩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啊，就共同爱好蛮多的。哎，你可以印个3道杠，小学时候没有当成大队长。哇，简直完美。然后我觉得你穿个荧光绿，我穿个荧光橙，啊是，对吧？对。而我们喜欢机车嘛，机车，然后我们可以骑上我们的机车，然后去到那个骑上我们小摩托，然后去生日 party， 然后把那个外套一脱，里面就是那种我荧光橙，然后你荧光绿的那种。OK 啦，跟他玩嘛，然后我们就是创造力还是很多的，无穷无尽的。我们俩是初中认识嘛，然后就是一起穿校服长大的，相当于，然后我们就打算用校服拼出他整个的身体，然后因为我们在初中经常会打篮球嘛，所以还加上了篮球的主题，然后加上我们喜欢的嘻哈，就3个元素基本上都融入了。从颜色方面去选的话，我比较喜欢波比的颜色混合比较好看。我也喜欢祖儿那个概念，
觉得它的概念很好，但我放在家里我会怕，也会有点害怕。我觉得从视觉效果上来看，配色啊或者是形象啊，我觉得是差不多的。但是我觉得从情绪的表达上，我觉得周祖儿的可能会就是更明确一点吧。祖儿的那个故事我更喜欢一些。我觉得你们就刚好选在一对了，就是两个的配色好像有点类似，就两个我都有喜欢的点。一个是祖儿的那个手机，我觉得上面有那个 WeChat 的那个对话，我觉得很有创意。还有那个闹钟在那个耳朵上面，就让它看起来跟别的熊好像很不一样。波波的，我觉得就是你刚刚形容那个心从绿变红，然后跟你们的衣服也有就是呼应到，所以其实我觉得两队都表现得非常好。好嘞，我们的难题就留给我们的潮评团，买它，买它。又咬屏，哇！好，恭喜我们的周祖儿成功晋级。谢谢老师，我要吓死我。我觉得祖儿不错，懂她的人会很懂她，就是完整度还有细节度都是够的。好，波波也要进入我们的待定区了。我觉得故事性这东西，就我实际上还是想用做的东西做出来给大家看，就是一个东西好不好看，你是看它的，而不是说靠故事说出来的，不能说是让别人一眼看到就特别喜欢那种东西，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努力型的选手。今天我觉得他之所以会落榜的原因，是因为他跟他橱窗的那一期看起来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我觉得呈现的是还不够，他需要一些灵性。虽然我们今天场上呢有3位选手待定，但是呢我们今天只有2个助推的名额。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境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的。我的想象的设定是在最后的选择，但我没有想到我们即将迈入这一个旅程的最后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要面临这一个东西。虽然我们几位助推官跟你们从几个月前一直走到今天，我们可能在生活中还没有成为朋友，但是我觉得在舞台上我们跟你们已经产生了很深的感情，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从海选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了。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潮评团多了更多的老师，他们可能并不了解在之前的比赛你们经历了什么，你们是怎么做到了怎么样的一个成绩。我感觉有点可惜，建波也好，吹吹，然后宗弘这3位选手都很强。今天呢，这是我第1套的设计成衣，好有才华哦，4号很棒，这个变化好看，好看。这套概念当天想的是去酒吧做一个只喝牛奶的牛仔。4号好可爱。你现在穿的这个婚纱真的是一个突破，我觉得非常的棒，很喜欢。展现了自己对这个时装的敏锐度，包括你自己的一些 DIY 的一些创造力吧，我觉得还蛮好的。怪我，不该走人，不该走人。对他们的整个的性格啊，包括他们的能力还是比较了解，所以就觉得他们3个人同时出现在待定是非常的可惜，而且不可能去3位都救回。Jason 是想救宗弘，我跟他好像也是一致的。他们3个我都投了呀，刚才。但你从那个做玩具来讲的话，吹吹那个我觉得更好看一点。我是没想到 Bobby 那个会0票，我第一次救的就是他，他其实做得很好。这些所有的选手都特别不容易，他们已经是非常优秀了。我们 Cosmo 也会为今天胜出的选手们独家拍摄一组时尚大片，然后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好，那我们已经有结果了，但是在结果宣布之前呢，我们想请上一些特殊的嘉宾。欢迎7位这就是潮流返场的选手，他们是专程赶来为即将诞生的全国6强助力，向总决赛发起最后的冲击。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 Twins 和我们的上官哲老师分别宣布1位助推的选手。好，第1位是宗弘。
好，恭喜宗宏晋级全国6强。我觉得中红挺好的，他设计出来的衣服大家比较容易穿得到。宗宏在头几期的时候，他有东西，但他不懂怎么表达出来。慢慢的，你发现他到后面几期开始，他话多了，他乐于分享。他的变化更多来自于自己在这个舞台上，他性格产生了变化，然后他适应了这个舞台，可以更好的把他的内在的东西展现出来。4位助推官选择的是吹吹。吹吹，他一开始我觉得他有很强的自己的特质，但越到后面你发现他想要做出一些改变，他有一些那种迹象，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更期待看到他下一次会有什么样的作品。我觉得建波这个年纪在我心目中很优秀，已经很棒了。我觉得经历过这次舞台的男人，内心的器皿是很大的，所学到的东西绝对不拘泥于此，所以祝福他未来的路更加闪耀。其实呢，我觉得我能走到这里已经挺幸运的了。我自己做的东西其实也是我自己通过学习，然后找到了自己适合的一个模式和风格吧。我觉得潮流这个东西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定义它，也不能说谁喜欢或者不喜欢。我觉得这东西我做出来我自己喜欢就够了。然后我觉得我其实离开这里也没有多少遗憾。谢谢各位老师，然后谢谢各位老师的谢谢。其实我能把自己设计的衣服，然后带到舞台上展现给大家，这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件事。谢谢。没啥遗憾，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还行吧。想做也做出来了，就只能说因人而异吧。要是时间给的更多一点的话，我觉得肯定会做得更好。在决赛前，我们还有最后一次主题任务。决赛前的最后任务是 Z 世代婚礼。这一次6强选手需要打造男女各一套潮流婚纱礼服，体现你们对婚纱礼服的理解和想象，并拍摄婚纱大片。你们前面2期节目看了吗？自己看了。有收到什么观众的反应吗？我没有收到什么关注。那个官博艾特到我的底下转发的全是黄明昊，没有一条是关于我的。我感觉弹幕一直在 diss 我的声音，他们一直在说我夹子音。可是夹子音现在很红哎。对啊。是吗？给镜头一个夹子音，自信一点。Hello， 我是周祖儿。你说我小样，我就这样。有什么有趣的微博私信吗？都是鼓励的话。对，基本上都是鼓励的话。哦，我有一个私信还挺逗的，有个人说，他说那个我们看了那个《这就是潮流》这个节目，然后你出场挺惊艳的，我感觉你出场时特别梦幻。但是没想到你一开口全是梦话。沈阳的，你瞅啥呢？你在那边吐槽一辈子。对，好吧。今天想加购什么？黑是那个熊，在家里看起来很高级。我也养猫，所以他的故事我很喜欢。如果私底下的话，我会很想买波波的衣服。我觉得他设计那2套衣服其实挺好看的，就比较中性，男女都可以穿。今天最想买的单品是吹吹的他们那一套，这种把动漫感觉融入到生活中的感觉，我是很喜欢的。对，我最想买他的单品是 Bobby， 他跟他朋友走出来身上披的那件夹克，因为我觉得我可以随时穿到生活里。如果我是一个女生的话，那周祖儿自己穿的那一套，我是会加购和买它的，因为我觉得她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她就是很能表现自己的一个欢乐的态度，而且在新生舞会里，我觉得那就是很适合啊。我最喜欢棕红的，
曾红本身它造型的那种方法跟 TPO 的场景，我觉得是非常吻合的。然后造型的，我觉得色彩也很时髦，就是很当下的一种这种潮流吧。欢迎我的好朋友孟佳。本期的任务是6强选手和他们的返场助理选手1对1搭档打造婚纱礼服。本轮要淘汰3名选手。不少。我做不完了，我没有亮点。我就撑不下去了，真的。只要那个舞台能按照我们预想的来，我觉得没问题。舞台比拼开始。我喜欢。嫁给自己钟情的东西，并不是只局限于爱情。我想结婚了。在我眼里，我想它是婚纱，它就是婚纱。我起鸡皮疙瘩。3、2、1，请买它。剧情不错，有点乱七八糟的。他刚一出来，我惊呆了。我希望他能进到决赛。这就是潮流团建日 VIP 专享版《潮人总动员》，明星潮人欢乐组局，戏精时髦，拍点超潮，周日野生放送。小霸王 ，Hello， 我是那个舞蹈博主。哎呀！我能你不能连连看，每个选手手中都有一块泡沫板，板子上有2个我能你不能的技能，需要2位老师正确判断出哪个是真的，猜对5次方可过关。我卡住了，等一下。我随时随地打嗝。我能有8块腹肌，我拿我的腹肌发誓，波波撑死6块，8块绝对不可能。我能睁着眼睛睡觉。这个曾经也是我的个人技。带他去看病，我这一吹，我的大拇指就能变断。帮他叫个救护车吧。我能把拇指折成直角，再把腿还要挂到脖子上面，这是人能做到的东西吗？这个环节真的是，就是我有病我得看。我可以讲出故宫房檐上神兽的故事，这个只要听过一次，谁讲不出来啊？不是故事哦，是故宫的，我不能再说了。不是他们套路我，所以这道题不成立，我们又赢了。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出去玩。第1届萌娃杯趣味运动会正式开始！加油！加油！加油！来回来！成都咋的啊？成都的哈！今天在春游，我想给孩子们一个惊喜。师傅，我要跳舞啦！感谢豫园商城豫园股份为蔚蓝之美上手机天猫搜朝向马尔斯绿抢潮流同款好礼。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首席合作媒体微博时尚，感谢独家合作时尚媒体时尚 Cosmo， 感谢时尚 Cosmo Look Style 世界大赏联合发布潮流趋势报告，感谢信息流媒体 QQ 浏览器 QQ 看点。这就是潮流周日中午12点更新正片，同时加更会员专享特别节目《潮人总动员》及独家选手 Vlog。周2中午12点，潮流营业中梗王出没，演绎拉满。周3中午12点，潮流团建 ING 游戏内卷，这都能玩。周4中午12点，看这潮一针见血，超 real 明星读评论，你懂的。谢谢。周5中午12点，这潮快问快答，明星下意识问答，1秒破防。